小燕，小燕，你就真这么忍心怕我跟小浩一走了之吗？我们已经离婚了，就不要再纠缠我了。你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人家江恒在霓虹年薪10几万，你呢？窝在国内整天研究狗屁蓄电池，一个月才600块钱。我不走，一辈子跟着你吃糠咽菜吗？现在国内也不错，咱们家能吃饱穿暖，还有2栋4合院，你何必这么折腾呢？不错，你告诉我哪儿不错？就这2栋破房子，跟住在贫民窟有什么区别？人家可都住上小洋楼了。江恒这次回来卖掉4合院，准备去霓虹定居了。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待在你那破研究所里，研究什么最没有前途的蓄电池。瞧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你张口闭口都是你那个初恋江恒，你有什么脸质问我？你看看我们那些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个个混得风生水起，就你最没出息。我当初也是瞎了眼了，我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这几天我准备和江恒去霓虹了，签证都办好了。你说什么？嘿嘿嘿，燕儿，哥来接你来了。恒哥，你来接我了？人家江恒在霓虹国上万块1个月，你干2年都比不上人家1个月。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你说呀，国外呢确实比国内好挣钱。要不和我们一起去国外打工吧？滚！哎，他急了。张佳宇，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人家江恒可是在帮你。哎，要不我说他没有眼界。你说你守着国内这破4合院有什么用？我那4合院10万块我就卖了。跟他废什么话呀？等他这破4合院分文不值的时候，到时候他就知道你多么有远见了。没错，我们走。就你还敢跟我抢女人？记住，你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废物！哈哈哈哈哈哈！江恒，这次你要协助我谈好浩宇电池公司的收购案。一旦收购成功，对于我们倭国的新能源汽车研发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件事办好了，我让总部给你升职啊！百木先生，我一定会尽力的。电车现在是个趋势，浩宇公司估值已经50个亿了，前景非常好。即便收购不了，我们丰通汽车也希望为他们公司投资。哼，这个张佳宇15年了，还住在这破4合院里，真没有出息。幸好我早就跟他离婚了。我就说呀，当初我们出国是对的，虽然我只是一个翻译，你在霓虹国洗盘子，但光你就存下来200万。现在京城的房价应该也不高，200万可以买套商品房了，甚至还能剩下来不少。那当然了，到时候我就让小浩出国留学，然后留在霓虹工作，总比国内强多了。没错，走。您是张佳宇在家吗？在。您是哪位啊？我是小浩的妈妈，张佳宇的前妻。哎，您就是小浩的妈妈呀！快请进，请进。听小浩说过，您呀是在国外做大生意的，快进来。行，坂田先生，我答应跟你见一面。不过我们浩宇公司并不缺资金。张佳宇先生，没关系，即便你们不卖，我们大通汽车公司也是愿意投资的。具体细节，明天我们坐下来面谈。行吧，那明天见。这倭国人真难缠，都说了很多次了，国内有厂商找我合作，我们公司不缺资金，非要谈什么收购，真是听不懂人话。
佳宇，小浩的妈妈来了。张佳宇，15年了，你还是和当年一样没出息，窝在这破四合院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幸好我当初出国了，要不然跟着你当一辈子黄脸婆。你回来干什么？我存了一大笔钱，准备送小浩去霓虹国留学。对，这次回来，小燕的意思是送你们家张浩去霓虹留学，以后就留在那边工作。霓虹国那边的机会要比我们国内好多了。比如我已经在霓虹国买了一户建，总价400多万，虽然呢欠了200多万，但是怎么也比你住在这贫民窟里强多了。那你知道你当年10万块钱卖掉的贫民窟四合院，现在价值多少吗？2个亿。人家江恒说错什么了吗？对，江恒说的都对，你听他的就行。自己没出息还酸别人。当初你要是听了江恒的话，卖了这2个破院子出国打工，你现在在霓虹国也能买得起1户城了。算了，不和你这个废物说这些。小浩呢？我要跟他说说出国留学的事情。在学校呢，他现在高3，学业很忙。至于你说的出国留学这件事儿，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个人意愿？你一个连房子都买不起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这学他必须留，我可不想我儿子以后和他爹一样没出息。出息？你有出息？出国15年，连你爸妈过世都不回来，你可真有出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15年了，你还住着这破四合院，守着一个研发电池的破工作，一个月有5、6千了没？因为你这个没出息的父亲，我儿子在学校里可能都抬不起头。不知道就不要乱说。5年前我就出来了，而且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你开公司当老板了？江恒，你别听他吹，开公司说的好听，但哪有开公司的人天天坐在家里晒太阳喝茶的？我看啊，他那公司80%也快倒闭了吧？怎么，我说错什么了？你看看这些在国外混的同学，好几个都资产几千万了，就算混得差的也有几百万了。你呢？知道100万是多少？你知道江恒现在在哪里工作吗？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现在是技术翻译，1年30、40万了。你呢？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那不就是坂田太郎代表的公司？这次我们回国是为了收购一个国内公司的，如果能成功，我还要升职加薪。你看看大家，每个人都在进步，再看看你，躺着这里醉生梦死的。还好当年我和你离婚出国了，否则要跟着你过一辈子的苦日子。小燕，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也不要对佳宇要求那么高嘛。国内的工资和机会本来就少，和霓虹国比不了。别说1年30、40万，哪怕一个月1万，他都遥不可及。支付宝到账2万元。佳宇哥，我的房租发过去了。好的，我收到了。什么？隔壁那栋四合院，你出租出去2万一个月？不可能吧？应该是1年吧？对，肯定是1年。要真是一个月2万，他还不坐在家里收钱？对。你们对现在的四合院行情一无所知啊！2万只是我东厢房3间房1个月的租金，那栋四合院1个月租金8万。正好我回国也缺个落脚的地方，你那栋四合院也别租了，30万卖给我。李小燕，你神经病吧？你竟敢骂我！这种破房子，我出30万买，已经是抬举了。我要不是想着离我儿子近点，20万我都不要。就是，当年我那栋四合院也就卖了10万，现在小燕出30万买你的，算高价了。高价？这里可是京城2环，你们去外面打听打听，2环四合院的价格。再怎么打听，它也是一套破房子。我给你30万，卖给我，明天准备合同。爸，明天上午有空吗？要开家长会。明天上午吗？行，本来我约好和人谈事儿的，既然要开家长会，我这边跟人打电话推迟就行。哎，小浩，
妈妈对不起你，这些年跟在你爸身边。妈，我不委屈。这么能不委屈呢？别的学生放学都有家长开车来接，你就骑一个破自行车。妈，你回来了。破自行车？你知道这辆自行车多少钱吗？一辆自行车能值几个钱？张佳宇，瞧瞧你那没见识的样子。妈，这自行车挺贵的。好了，不说这破自行车了。这次回来给你带来很多礼物，这些都是大品牌，你看喜欢吗？小浩，既然你妈特意给你买的，那你就收下吧。她15年没回国，好不容易给你买了礼物，也是应该的。谢谢妈。你看看你，跟在你爸身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妈，这是校服，上学统一服装。我的鞋子也不便宜的，爸给我买的都是好鞋。小浩，你爸买的鞋哪能跟你妈买的比？这些花了你妈妈差不多1万块钱呢。就是，你爸可舍不得1万块钱呢，顶上你爸2个月工资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妈，你不能这样说我爸，我爸他现在很厉害的。好了，不说这些了。小浩，快放下书包。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吃汉堡，吃鸡腿，这些你爸爸都舍不得带你去吃吧？妈，我现在不爱吃那些，而且我下午还有课呢。哪有小孩子不爱吃这些的呀？一定是你心疼你爸的钱，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放心，妈妈有钱，妈妈可跟你那没出息的爸爸强多了。妈妈不但要带你吃大餐，还要送你出国留学。儿子，这件事情你自己做主，爸去打个电话，推迟明天上午的商谈。就你还商谈？你能谈什么狗屁？佳宇，你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哪能叫商谈呀？我的事儿那才叫商谈。喂，坂田先生，明天上午我没空，我儿子要开家长会，推迟到下午谈吧。坂田先生？哪个坂田先生？跟你们无关。江恒，我们也是糊涂了。霓虹国叫坂田的多了去了，他怎么可能跟我们认识同一个坂田先生？哎，佳宇，你不是说你开公司了吗？你开的什么公司？我爸的公司叫浩。他那个快倒闭的公司有什么好说的？我听了都觉得晦气。小浩，走，跟妈妈出去吃大餐去。妈，要不周末吧，我下午还有课。那好吧，那等周末妈妈来接你。张佳宇，你赶紧准备合同，把那栋四合院卖给我。我妈在霓虹国真的赚大钱了，居然要买四合院，那可是2个亿啊！我说了不卖。张佳宇，你还想向我漫天要价不成？就你那又老又破的四合院能值几个钱？霓虹国的一户建才值钱呢。我肯出高价，已经很看得起你了。就是，我们国内的房子本来就不值钱，更别说你这种贫民窟的四合院了。江恒，你当年能10万卖掉了你家的老四合院，简直太英明了。没错，妈，这个的四合院挺值钱的。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算了，既然他不卖，我也不求他，我买商品房去，到时候把你接去我那边住，免得住在这破四合院里被别人笑话。妈妈走了，等周末再过来接你哦。爸，妈她不管她，吃饭去。爸，我妈怎么突然回来了？15年了，她每年就打1、2个电话，提前回来也不说一声。爸爸也不知道，反正啊，你就负责好好读书，别因为这个分神。对了，你妈让你去霓虹国留学，你什么想法？我才不去呢！现在国内的教育上来了，早就不是国外月亮更圆的时代了。行，反正啊，你自己做主就行。爸，我听妈说要买隔壁那栋四合院，她在国外赚了那么多钱。你妈说30万卖给她。什么？30万？爸，这个不能卖啊！喂，王董啊。张董事长，明天有空吗？我们大唐汽车公司对你的浩宇公司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和您谈谈。王董，
你们大唐汽车公司可是咱国内数一数二的汽车生产商啊，哪怕不是谈生意，一起坐下来聊聊汽车行业发展也是开心的嘛。那感情好啊！这次我可是带着诚意过来的。要是我们两家公司能深度合作，那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速度就能飞速提升了。好，没问题。明天下午我们在金豪大酒店见面吧，正好我在那边也约了个人。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见，希望我们能达成合作。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见，希望我们能达成合作。好，再见。爸，你明天要是忙的话，要不就别去开家长会了。没事儿，公司现在走向正轨了，不需要爸爸天天盯着谈合作的事情。爸都定在下午了。再说了，我儿子的家长会，爸爸无论如何都要空出时间参加的嘛。这个楼盘位置不错，而且离张家宇那边近，你呢还可以随时去看张浩。而且还是现房，可以看看。先生、女士，你们看中哪个户型，随时可以咨询我。你们这边的房子怎么卖？均价在8万到9万之间，我们的位置绝佳。看吧，国内的房子还是这么便宜，根本涨不上去。我看这套130平的户型不错，大概多少钱？总价差不多1100万，首付可以2成，各种费用算下来，预计下来230万。你说多少？你不是说8万到9万之间吗？对啊，8万到9万一平，总价差不多1100万啊。这俩人该不会以为总价8、9万能在京城买房吧？这么贵吗？女士，这楼盘在京城2环内，2环的房子就是这个行情。那我们再看看。好的，那你们先看。国内的房价现在是疯了吗？我在霓虹国辛苦洗盘子15年，回来竟然买不起一套房子。可能楼房比较贵，而且这个是新楼盘，那肯定不一样。像张家宇住的那种四合院，肯定还是很便宜的。你说的对，张家宇住的那种老房子应该是涨不上去的，我们还是去找找那种房子，虽然破了点，比不上倭国的房子，但翻新一下勉强也能住。坂田先生，是我。20大上午，张董事长家里有事，商谈推到了下午。另外，我刚刚打听到，华夏很多企业也想要投资他们公司，虽然华夏的企业肯定比不上我们霓虹国大通，但你还是赶紧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如何促成这次商谈。好的，坂田先生，我马上回来。我们还是先回酒店吧，等我这次商谈成功了，我再陪你去买房子。江恒，你肯定能成功的，然后升职加薪，让张家宇那个废物望田不及。浩宇公司的董事长马上就到了，你去门口迎接一下，千万记住，一定要恭迎。此次商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听说这个张董事长创业才5年，公司的市值就50亿了，简直如日中天呀！他们研发的蓄电池对霓虹国争夺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次能帮坂田先生收购成功了这家企业，那么以后我就是霓虹国高管，年薪100万了！太好了，恒哥，你真厉害！张家宇，你来这里干什么？还骑个破电动车？这里也是你配来的地方？是啊，佳宇，这里可是高档酒店，你要来，好歹也开个车呀。他要是有车，就不会骑破电动车了。人家江恒在霓虹国可是买了一辆10多万的车，而你只能骑破电动车。我离这里近，加上京城的车堵，也不好停车。骑电动车比开车方便多了。买不起就买不起，你瞧瞧你这废物样！人家开小车住一户建，你呢，骑着电动车住着破4合院。对呀，佳宇，当年你就应该和我们一起出国打工的，要不然现在你在霓虹国也能买一户姓了。
用不着你可惜，我住四合院，挺好的。站住！你就穿成这样进人家5星级酒店，也不怕丢人？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佳宇，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自己混成什么样了？做人啊，要有点追求。我如今都能跟50亿大老板一起吃饭谈事儿了，再看看你，好歹你也是当年的大学生，怎么现在混成这样？你怎么就知道我混得不如你？张佳宇，你拿什么跟江恒比？你连江恒的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既然在这里碰到你，也省得我过2天找你了。你那套破四合院卖，我加价10万，出40万，卖给我。我建议你去打听打听京城四合院的价格，再来和我说。张佳宇，你还想狮子大开口不成？40万不卖，你可别后悔，我找别人买去，有的是人卖。你住的那个破胡同，不就是一个贫民窟吗？张佳宇，你这样就有点过分了。小燕也是为了离自己儿子近一些，你怎么能漫天要价呢？没事，我改天去问问当年买我房子的人，他一定会卖。当年我10万卖给他，现在花30万买回来，哼，他做梦都要笑醒。你们真愚不可及啊！张佳宇，说什么呢？人家江恒一直在帮我，再看看你，就知道扯我后腿。我懒得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坂田先生说，人已经在酒店大堂了，难道是刚刚那几个坐车来的客人？不知道，认真找找吧。张佳宇，你看到了张董事长进来了没有？他哪认识张董事长？刚刚来的那波客人，他们去哪儿了？刚刚那波客人坐电梯上去了，不过你们要找的张董事长并不在里面。你怎么知道张董事长不在里面？我听坂田先生说，国内的厂商也在找张董事长。难道你是国内厂商派来的，在这里堵张董事长？张佳宇，我警告你，这次和张董事长的合作对江恒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你休想搞破坏！说吧，是哪个厂家派你来的？江恒，我劝你对我放尊重点，不然你的职业生涯就断在这儿了。你果然是来搞破坏的。当初江恒带我出国，你就怨恨他，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是吧？你个没出息的废物！当初我好心让你出国打工，你不去，看小燕跟我去过上了好日子，想来报复我是吧？放屁！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我报复吗？你就不是个男人。当年的事情是你自己没出息，你竟还对江恒怀恨在心，休想破坏他和张董事长的商谈。张董事长，张董事长，总算是见到您了。坂田先生，他可不是浩宇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华夏其他厂商的人，是过来堵张董事长想合作的。堵我的客人？你们这些商人就喜欢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喂，你这个霓虹国人在瞎说什么？不要抹黑我们！你是华夏哪家汽车厂的？我要投诉你们！我要开新闻发布会，要痛斥你们华夏人这样的行为，像一个小偷一样！放你妈的狗屁！我们华夏人做人做事堂堂正正，我看你们才是小人之心。张佳宇，你敢骂我的霓虹国上司，你就是故意来坏我好事的，我也不必对你客气。坂田太郎这么对我，你们别后悔。哼，你算什么东西？也值得我们坂田先生后悔。你这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江恒因为你受到霓虹国的责罚，我跟你飞完。江恒不但带你出国，甚至还给你指条明路，是你自己没抓住机会，现在却来拖我们后腿，你简直狼心狗肺！李小燕，我狼心狗肺，我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不成？是你自己不争气，你就是一个没出息的废物。好了，我不想和你在这浪费时间了。您所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怎么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这不正常。刚刚张董事长还跟我联系过的，不可能打不通啊。坂田先生，我怀疑这件事和他有关。你对张董事长做了什么啊？刚刚张佳宇信誓旦旦要阻止我们和浩宇公司合作，一定是他。我严重怀疑他把张董事长劫走，并藏在了什么地方。然后开了信号屏蔽器，这样您就联系不上张董事长。八嘎呀路，竟敢破坏我们和浩宇公司的合作，
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这没出息的废物，我真的很庆幸和你离婚，跟江恒出国了。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像丧家狗一样专做恶心的勾当。呸！以为出国工作了就了不起吗？八嘎，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快告诉我你把张董事长藏在哪里了，不然我只能报警和开新闻发布会了。听到没有，张佳宇，你最好现在把张董事长交出来，否则等我们查出来了，你要承担法律责任。一群蠢货，你们永远失去跟浩宇公司的合作机会了。我本着友好往来的想法来这里跟霓虹国有商见一面，没想到你有眼无珠，而你们在霓虹国待久了，也是眼蒙心瞎。什么意思？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张董事长。张佳宇，你疯了吧？江桑，我没听错吧？他说他就是张董事长。他那是胡言乱语，想钱想疯了。我和小燕认识了他大半辈子，难道还不了解他吗？我懒得给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在这浪费时间。人，你们见到了？站住！我让你走了吗？破坏了江恒公司的合作还想走？你今天要是不把张董事长交出来，就是得罪了霓虹国大公司，到时候赔得你倾家荡产，连破四合院都没得住。董事长，张董事长还是联系不上，奇怪，张董事长是行业内信誉口碑极佳的人，约好的时间怎么会突然失联呢？可能是手机没电了。没事，我们直接进去找他。好的，董事长。这次合作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不单有国内的厂商竞争者，还有国外的厂商，霓虹国、高丽、欧洲等国都想和他合作。只有和张董事长合作，我们才有超越国外汽车公司的机会。所以待会儿见到张董事长，我们一定要拿出12分的诚意来。是。张董，张董，发生什么事了？一言难尽啊！碰到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霓虹国小人，放肆！瞎了你们的狗眼，连张董都敢阻拦！你是何人？这是我们华夏大唐汽车公司的王董事长，而这位是我们的张董。江桑，他们叫他张董，莫非他真是浩宇的张董事长？坂田先生，你信我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是浩宇公司的张董。我和他是同学，他的底细我还能不知道吗？这群人应该也是他找来演戏的，他们的目的是截胡我们和张董事长的合作。八嘎呀路，你们华夏人果然很阴险，为了截胡我们的合作，竟然使出这样恶心的手段，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放肆！霓虹国小人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伤害我们企业董事长，欺我们没人了吗？来人！你们敢！你们这些无赖的商人，用龌龊的手段来抢夺我们的合作伙伴，现在竟还敢动手！我要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你们！是你们先动手，在我们的地盘上，还容不得你们倭国人为所为！给我上！王董，算了，毕竟是外国人，打伤了怕对你影响不好。都什么年代了，他们外国人还敢在我们华夏的土地上撒野，让他们长长教训！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您就不该赏脸见他们。现在算是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了，走吧。走？你们羞辱的我想一走了之？我要报警！你尽管去报，这里有监控，可以证明是你们有错在先。光天化日，天理昭昭，我就不信你们霓虹工人在这里翻天！你，明明是你破坏了我们的合作，还说我们有错，你不要在这混淆视听。江桑，不能放他们走，必须让他们说出张董事长在什么地方。是，坂田先生。
快说，你把张董事长藏在哪里了？既然你们不信我的话，那你就慢慢找吧。张佳宇，我真为你感到羞耻。15年了，你不但没有一点点长进，还因为嫉妒怨恨江恒，还做出破坏他合作这么龌龊的事儿来。我再一次无比庆幸当年和离婚了。是吗？那我祝你和江恒在霓虹国幸福，记得回去多洗几个盘子。你到现在还满口疯话，还不赶紧说张董事长在何处？否则我就去和儿子说，让小浩知道他到底有个怎样恶心窝囊的父亲。你还好意思提儿子？当年你狠心抛下儿子，跟狗男人离开，这么多年不闻不问，你扪心自问，到底是谁没当好这个父母？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没出息、没远见，你没有资格说我？对，都是因为你的没出息。小燕这么好的女人，你配不上？承认吧，张佳宇，你就是嫉妒江河，你这辈子都比不上的。你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别再出来祸害其他人。王总，走吧。我一定会查出你们是哪个公司的人，居然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我们和浩宇公司的合作，我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就等着吃官司赔个倾家荡产吧。尽管来查，我恭候。坂田先生，张佳宇如此嚣张，我们一定要起诉他和他的公司，让他倾家荡产，以解心头之恨。这件事你去办，一定要让这个华夏人付出应有的代价。不过当务之急是找到张董事长，我再给他打个电话试试。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白干呀路！华夏人果然还是老样子，喜欢阴谋诡计。张董事长说不定已经和他们达成合作了。白干！坂田先生，我知道张佳宇的住处，我可以去找他，让他把浩宇公司这个合作伙伴吐出来。他要是不从，我们就起诉他，让他倾家荡产。哟西，江恒，还是你对我们倭国忠诚。那当然，为了坂田先生和倭国大通，我愿肝脑涂地。嗨，社长大人，嗨，如果60亿不行，我们还可以增加。我记住了，嗨，我一定会促成和浩宇公司的合作。加萨，社长再次催促和浩宇公司的合作，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废物，我再尝试联系张董事长试试。记住，如果找到了张董事长，一定要立马通知我，就算跪在张董事长面前，也一定要说服他与我们合作。是，我知道了。王董，今天多亏您了，不然我还没那么容易脱身呢。刚刚那种情况，任何一个华夏人都会帮您脱身的。不过他们怎么那么愚蠢？您这位正主就在他们眼前，他们居然还不信，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其中有一个是我前妻，一个是我同学，他们总觉得国外的空气香甜，混迹倭国15年，哪都瞧不上我，怎么可能承认我如今过得比他们好？岂有此理！您眼光独到，已经是新能源电池领域的领头羊了，他们竟然还狗眼看人低，真是愚不可及。算了，不说他们了，晦气。不过张董，我打心底里还是希望您能和我们国内的企业合作。您应该知道你们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对我们国内车企有多重要，在油车领域和我们国家的企业差距很大，但在新能源这块我们完全弯道超车，把我们汽车品牌打向全世界。王董，我知道，这样吧，明天我也邀请您来我厂区参观，随后会召开一个增资扩股会，具体合作事项到时候细谈。好，我明天一定到。我搭乘时代红利，青云直上，当回馈华夏这个好时代啊！喂，张董事长，您好，你可算是接电话了。我们下午在酒店等了你1个下午。我听说你们下午公然在酒店打人了，是不是那个大唐汽车公司的人向您告状了？您千万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没有随意打人，只是教训了一个猪狗不如的废物而已。哦，猪狗不如的废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张董事长，我这次可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
你们国内的汽车厂商不可能和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相提并论，请您务必与我们合作。哼，坂田太郎，你们倭国企业一向这么自视甚高吗？麻烦你出去认真考察考察，我们华夏的汽车厂商也毫不逊色。不，张董事长，您误会了，我没有任何贬低华夏汽车厂商的意思。听说你明天邀请了很多车企去你们公司参观，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到时候详谈。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张董事长，我们倭国大通公司给出的条件真的是你们国内厂商不能比的，希望您能认真考虑一下。那我就给你一个明话吧，我是绝对不会和你们霓虹国人合作的，也不想再见到你们。喂，坂田先生。八嘎！张董事长已经明确拒绝和我们合作了，你们赶紧回来！嗨，我现在就回来。嗨，社长大人，我一定会尽力促成和浩宇公司的合作。社长发话了，一定要让张董事长回心转意。坂田先生，张董事长真的说不跟我们合作了。今天下午他亲口跟我说的。八嘎！一定是你那个同学从中作梗，不然他不可能拒绝和我们大通公司的合作。对，一定是他和他背后的公司搞的鬼。坂田先生绝对不能饶了他，定要让他倾家荡产才行。张家宇不知好歹，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这样我也好把我儿子的抚养权夺过来。瞧瞧小浩在他身边都被养成什么样了。行了，你那个同学的账改日再算。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张董事长回心转意。明天华夏众多汽车企业都会前往浩宇公司参观，我跟你一起去。啊，坂田先生，您放心，只要见到了张董事长，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的。还是你小子识时务，你在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大大的有前途。张董事长好。董事长，各位车企老总已经前后到了，正在工厂参观。做好接待工作。是董事长。对不起，今天我们董事长邀请了友商来公司，闲杂人等不能入内。什么叫闲杂人等？你可知道这位是谁？他是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的代表，而我是霓国大通汽车公司的高管，还不快让我们进去！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没错。我们公司可是享誉全球，那更不能进了。我们董事长邀请的都是华夏友商，霓蒙国人别想来参加。你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让我们进去？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是霓虹国中通公司的人？我说了呀，他们还是不让进。八嘎！他们这群看门狗什么都不懂，等我们收购了浩宇公司，有他们后悔的。张家宇，他怎么来了？又是他！昨天就是因为他，我们才没有见到张董事长，导致失去商谈的契机。坂田太郎消消气，今天无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不会让他得逞的。张家宇，你出现在这里，难道还妄想跟浩宇公司合作？我劝你尽快滚回你的破四合院去。霓虹国中通公司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对，这次你就算跪在我们面前道歉都没用，你已经惹怒了坂田先生，惹怒了一个跨国大企业，等着付出代价吧。麻烦让开，好狗不等道。你竟敢骂我们是狗！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坂田先生，此人冥顽不化，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来人，给我抓住他，送去张董事长面前，跟张董事长好好解释一下，此人是怎么用阴险的手段截胡我们之间合作并挑拨离间的。放肆！在浩业公司的地盘，谁敢对张董不敬？张家宇，你也是懂得充门面了，知道自己一副窝囊样，没法跟浩宇公司谈成合作，所以特意雇了临时保镖和秘书。竟然还叫上张董了，你算哪门子懂？就你想和浩宇公司合作，做梦！你们是什么人？
再胡搅蛮缠对张总不敬，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一个临时过来的秘书，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可是霓虹国大通公司的人，信不信我把你和张佳宇一起扔出去？你没时间跟这些无谓的人纠缠，我们上去吧。是。想上去跟张董事长谈合作，没门！如果不是你们昨天阻止，张董事长早就跟我们签约了。你这种卑鄙小人，我不可能让你得逞。对于你们，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浩宇公司跟霓虹国公司合作的意向，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我劝你们别在这痴心妄想，趁早滚回霓虹国去。白干言喽！要不我说你没出息呢，一点远见都没有，和15年前一模一样。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是浩宇公司当前最适合的合作对象，华夏任何一个车企都比不上我们。就是，得亏你不是真的张董事长，要不然浩宇公司在你这种人手上，撑不过2年就要完蛋。你太瞧得起他了，顶多2个月，是吗？那你们可要失望了。浩宇公司在我手里，青云直上。你不要太嚣张，还什么青云直上？真以为你截胡了我们的合作，我们就不敢起诉你？这废物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恒哥，把起诉书拿出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如果我们今日不能和张董事长合作，我们会起诉你，赔偿上亿。就算达成合作，我们也要起诉你。这就是你和我们倭国人斗的下场。怎么，怕了？张佳宇，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我怕，我只是觉得你们可笑。张佳宇，别嘴硬了，你得罪了霓虹国人，倾家荡产是免不了啦。为了避免以后浩儿跟着你风餐露宿，裴小燕，你让我把四合院赠与你，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小浩，到时候你被起诉，法院要查封你所有的资产，倒不如你先把四合院赠与我，我拿着这2套四合院，还有从霓虹国赚的200万，还能让小浩过上好日子。你放心，我的资产不可能被查封，还有四合院，你想都别想。你干什么？不就2套破诗和院，加起来也就几十万，不知道的还以为小韩要坑你几个亿呢。就是，张佳宇，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以前你让儿子跟你过苦日子就算了，现在有的选择，你还要儿子跟你过苦日子，你个混蛋！我从没让儿子过苦日子，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他的地方就是有你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妈。拦住他们，我不想再见到这些人。是。八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阻止他们！我要起诉你，我要让你跪下求。八嘎呀了！保洁，把这些垃圾清理一下，不要脏了张总的眼。你们还愣着干嘛？快来把这疯女人拉开！好的，坂田先生，快坐电梯，一定要把他们给拦下来。董事长，增资扩股的所有资料，受邀的车企老总们在工厂也已经参观完毕，马上过来会议室。这次会议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你亲自去迎接。是。这么快，欢迎来到浩宇。怎么又是你们？混蛋，竟敢怂恿保洁驱逐我们！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让你们随便进来？你当真以为你在浩宇公司能横着走了吗？想撇开我们跟浩宇公司合作，门儿都没有。没错，
就算你撕了起诉书也没用，我照样会起诉你。你的下辈子只会凄惨度日。张佳宇，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赶紧把手里那2套破四合院赠予我。虽然说值不了几个钱，但也比信诉后被法院查封的好。我懒得跟你们胡搅蛮缠，赶紧给我滚出去！阿嘎亚路，简直太嚣张了！来人，给我狠狠的打！住手！你们真是无法无天，竟敢闯进浩宇公司撒野！我当是谁呢？原来跟张佳宇是一伙。别以为你公司的同伙来了我们就怕你，等张董事长来了，我要戳穿你冒充他并骗取合作的龌龊西门，有眼无珠的东西！你说什么？张董，王董事长，欢迎啊！那个人是张董啊？刚刚那个人不是说王明的同伙？什么意思？你见过张董吗？不确定，再看看。你们就是华夏车企的半壁江山？没错，我们受邀来浩宇公司参观，并参加增资扩股会。华夏大部分知名车企都在这里。请问您是？这位是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的代表。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竟然也来了！大通都来了，那我们还有希望跟浩宇公司合作吗？张佳宇，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的牌片，不是你这种小破企业能相提并论的。我要是你啊，现在就收拾收拾，赶紧从浩宇公司滚出去！放肆！你是什么玩意儿，也敢叫张董滚出去？王董，没事儿，让他们表演。正好借这次机会，让我们华夏的车企老总们看看霓虹国大公司的格局。哼，也是，这种笑话可不常见。什么笑话？你们才是最大的笑话！既然你们都知道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的实力，那就散了吧。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大通是来收购浩宇公司。今天这增资扩资会不用开了。什么？大通公司要全资收购浩宇？那我们是真的没有合作机会了。哎，可惜啊，浩宇公司这么有潜力的华夏企业，要成为霓虹国的了。大家稍安勿躁。这样吧，我问一下大通公司代表，50亿？什么50亿？他疯了吗？他真是霓虹国大通汽车公司的代表？怎么样？听到我们大通给出的报价都惊呆了吧？我们大通一出手就是50亿，张董事长肯定会满口答应的。你们就赶紧回去吧。50亿就想收购浩宇公司，你们霓虹国大通公司给出的价格果然和你们的格局一样小。我出500亿。你是不是有病？吹牛不打草稿，你能拿得出500亿吗？一个小小的电池企业，这面怎么可能价值500亿？50亿都已经是我们大通公司仁慈了。没错，这个姓王的和张废武是一丘之貉，惯用这种龌龊的手段不正当竞争，大家都不要信他。浩宇公司的电池技术已经是世界前列，未来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龙头企业，价值1000亿都不止。要是500万就能收购，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收。1000亿，你还在胡言乱语？嘿，你们霓虹国企业就是。但凡去浩宇公司厂区走一圈，也不至于愚蒙至此。区区50亿也好意思叫出口？哎，我刚刚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我也以为听错了，没想到霓虹国大通公司很招啊！哪个呀路？姜四儿，你给我滚过来！坂田先生息怒，我们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电池公司，竟然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八个，叫你来协助我收购浩宇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做前期调研？我回头再找你算账。我们是没有做前期调研，但是别说是价值1000亿，我们霓虹国大通公司财大气粗，不是你们这些华夏车企能比的。有我们在，你们仍然没有和浩宇公司合作的机会。我劝你们趁早离开。对，浩宇公司的合作对象只能是我们霓虹国大通。虽然他们格局不咋地，但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确实竞争不过霓虹国大通。你们霓虹国大通想和浩宇公司合作，问过我的意见了吗？张佳宇，
我知道你们公司也想和浩宇公司合作，但有霓虹国大通公司在，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喽啰说话，你的意见也不重要。哦，是吗？现在在谈浩宇公司的合作意见，我这个浩宇公司董事长的意见不重要。他是浩宇公司的董事长，怪不得王总对他那么恭敬。大家冷静一下啊！他不是浩宇公司的张董。我这里有张董事长的电话，是不是？我打个电话就一目了然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如果他真是张董事长，这会儿身上应该有来电铃声了，但是他没有。你们还真的可笑，我开重要会议从来不带手机。狡辩！来人，把这个骗子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董事长好。这是于秘书啊，张董身边的于秘书，之前跟我对接过好几次工作的，他盖章认定的，张董绝对不会有错。抱歉啊。什么张董身边的于秘书？她不就是刚刚在楼下撕毁我起诉书的女人吗？不对啊，她明明是张家宇请来冲审面的临时工，怎么可能是什么于秘书？不可能，她不可能是浩宇公司的张总。浩宇公司估值1000亿，而他只是个连商品房都买不起的废物，这怎么可能？对对，小燕是他前妻，我是他同学，我们还不了解他吗？15年前只知道闷头拿几百块钱死工资，到现在还住着那破烂四合院。他要真是1000亿大老板，早就换房子了。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还在胡说八道！半田先生，您息怒，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都怪你！要不是你，也许合作早就谈成了。我打死你！反感！半田先生息怒，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半田先生，别打了，恒哥他不是故意的，谁能想到那个窝囊废竟然这么走运呢？八嘎！还不快去向张总道歉！如果这次没有谈成合作，你知道对我们倭国损失有多大吗？你会成为整个倭国汽车产业的罪人，拿你整个家产赔还都不够。是，我去道歉，我道歉。张家宇，不，张董事长，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请你原谅我的无礼，我再也不敢了。非常抱歉，我听信了他们的话，对您造成了伤害，我愿意赔偿您的精神损失，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影响到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合作？我记得昨天我在电话里就明确跟你说过，我们浩宇公司没有和霓虹企合作的意向，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我知道我们得罪了您，我们内心怀着诚挚的歉意，但浩宇公司要选择合作伙伴，非我们倭国大通莫属。您再认真考虑考虑。你们霓虹国大通确实发展得很好，但我们华夏企业也不差。我再重申一遍，我从未考虑过要跟霓虹国人合作。请回吧。就是浩宇公司掌握最先进的电池技术，为什么要便宜你们霓虹国人？张董事长就站在面前，他们竟然说是骗子。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没有格局的公司，谁会合作？感谢大家的诚意，浩宇公司也希望为华夏新能源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还不快求情！你还愣着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佳宇，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你就行行好，答应跟大通合作吧，不然我会被霓虹国人开除的。我还有房贷，我要是被开除了，小燕就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她是你前妻，你也不忍心看着她受苦，对不对？别愣着呀，还不快跟我一起来求情！张佳宇，这次是我们不对，我哪知道你运气那么好，能研发出好东西。但这次你必须帮江恒达成和大通公司的合作，
霓虹国企业不是华夏企业能比的，合作对你来说百利无一害。你拒绝合作，纯粹是在跟我们斗气。跟你们斗气？你们笑什么？我哪里说错了吗？霓虹国大通可是世界500强。你们华夏车企算什么东西，也配与之相提并论？你一个千禧年的大学生跑去霓虹国洗盘子，我也就不说了。但麻烦你洗盘子之余，多看看国际新闻。华夏的经济体量早就超过了霓虹国。就算霓虹国大通是世界500强，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华夏人自立自强，远超霓虹国。就是，还我们不配和大通相提并论。他是不是没通网？本就是鼠目寸眼之辈，我们指望他们能有多大的格局？什么？该死的臭婆娘，叫你求情，不是叫你拉仇恨。我知道错了。佳宇，小燕知道错了，但我和她这些年都不容易，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心疼我们。心疼？李小燕一走了之。这么多年来对小浩不闻不问，他有什么值得我心疼？还有你，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我，更不值得我心疼了。来人，把这群不相干的人给我请出去，不要耽误我开增资扩股会。不，张董事长，这真是误会啊！我们大通汽车是抱着10分的诚意来的，您让我留下来，我可以马上开除江恒，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您面前。你的道歉我不接受。另外，昨天无故被你们围堵，我已经报警了。华夏不是你们霓虹国人的法外之地，你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张董事长，您不能这样啊！我都说了是误会，我已经跟您道歉了，难道还要我跪在你面前不成？跪就不需要了，你们大通有自己的骄傲，我们浩宇也有自己的脊梁，合作的事情免谈。送客。完了，我会成为大通汽车的罪人，我会成为整个倭国汽车界的罪人。佳宇，我真的知道错了。佳宇，你就一点父亲情分也不念了吗？于秘书，把门关上，准备开会。是。各位老总，来，大家请坐。